下来啊，好几步吧。哎，等等，看，那是什么？这上面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是血啊！城门渗血了！那人有，怎么会呢？这怎么回事这好臭啊！你躲远点，躲远点！不知道谁家的狗在门口拉屎被我踩到了，我要杀了它的主人！哇，你踩屎了？那，你赶紧去洗干净啊！我刚买的鞋呀，哎呀，地板上也是了。怎么？出事了？出事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只要来烦社，不出事才奇怪呢。我老大被抓了。怎么了？今天早上刑部来人给他带走了。刑部抓人也得给个理由吧？当然是因为玄武门的事啊。玄武门？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玄武门城墙渗血，所有守城的士兵都死了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难怪昨天我还听到有客人说什么玄武门什么天谴呢。是不是因为李治的身世？是啊，现在朝臣们都把李治当成最重要的嫌疑犯，连陛下想替他说话都被驳回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李治呢，他的兄弟都悉数被斩，他还能活到现在，命硬，死不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不重要，做什么才重要呢？做什么？怎么做？哎呀，在他死之前把他捞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不必担心。哎，吃饭！怎么救啊？说完再吃嘛。萨摩多罗，你还是朋友吗？哎，怎么这么臭啊？啊，怎么这么臭？啊！都怪你！哎，停！怎么了？你知道我找那只秃鹫有多么的不容易吗？你把它给毁了！哎呦，回头我再给你抓一只就好喽。那可是吃尸体的秃鹫，你去哪儿找啊？哎，这秃鹫的事咱回头再说。我今天来找你是要跟你说，谭双燕，有死人，有很多死人，有很多血肉模糊的死人。在哪儿？这些尸体虽然看上去血肉模糊，但都是死之后从城墙上摔落所致，而真正的死因在于死者的喉部被利器所伤。虽然这个伤口很小，但却是一招毙命。会是什么样的锋利的东西呢？我猜应该是暗器，毕竟使用剑或是徒手行之，不可能一下子让这么多人同时死亡啊。走，去现场看看。纤维较粗，味道腥重，肯定不是人血。
而且这血进入的不均匀啊。不均匀，不均匀什么意思？不均匀的意思就是有人用最粗糙的手法，大面积的在墙面上涂血，而不是让这个血从墙体里面渗出来。你们看，这个血根本就没有渗透。这么说，一定是有人装神弄鬼了。这排场还真够大的。这件事情本来就挺蹊跷的，凶手选择在这里作案，明显就是冲着李智去的。我说你们老大平时都有什么仇家？他就是脸臭了点儿。你要说仇家，也没有仇到这个程度。那可不一定。不过也是啊，他如果真有这种仇家的话，你也未必会知道。毕竟事情发生在玄武门，也可能是乱党作祟，不好说。我回来啦。四娘，案子查得怎么样？我们去现场看过了，墙上渗出来的不是人血。啊？还有那些士兵也并非坊间流出来的什么天谴，而是被暗器封喉，一招致命。一招致命？怎么了？你又知道了？四娘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据我所知，现在江湖上还活着的人，会这个招式的，恐怕只有萧统了吧？活着的？还有以前尹太子的一个侍卫，但是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萧统，这个名字，这名字怎么了？这不是礼部侍郎家那个有名的剑客吗？他现在做什么，我可是不知道了。但是我们相识的时候，他可是名震江湖的一把好手。那就怪不得了。怎么了？这礼部侍郎是先帝还在位时便跟在当今陛下身边的，也是朝中一直反对陛下把李治带在身边的众人之一。如果他要有心加害，见玄武门说事，好把李治彻底除掉，也就说得通了。礼部侍郎，这么大官我们怎么办啊？三胖，你密切注意一下这个萧统的行踪。好。事关重大，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，也得小心点。盯梢的时候别被人发现，到时候不仅帮不了忙，还反而害了李治。放心吧。哎，郑屠夫家的猪血被偷了。什么？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路过屠夫的摊子，听到他和旁人说，前几天放猪血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被偷了。这么巧？他是我朋友哎。三毛，跟我去。走。兄弟，兄弟，三炮、啊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咋来了？哎呀，这位是啊，这我跟班。啊哈哈！哎呦呵，脾气还不小啊，惯的。哎呀，长得还真不错。那什么，我来问你个事儿，玄武门的事儿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他们都说是天谴呐。啊，得了，别说了啊。听说你家的猪血被人偷了，这事儿你也知道？嘿，长安城有我三炮哥不知道的事儿吗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桶里，这缸里，这么多缸啊，全丢了啊！这老些猪红啊，全丢了。我们做屠夫的，图的就是个肉新鲜干净，能卖个好价钱。所以啊，这我晚上杀完猪还要洗猪肉，你说我这洗个猪肉的功夫，血就全丢完了。你平时杀猪的时候，都会刻意留着这些猪血？你留它干嘛？做血豆腐呀，我还能换点钱不是？那你这几天晚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啊？每晚我杀猪，是吧？然后杀完猪，我就洗肉，洗肉的水声老大了，根本就听不见别的声啊。而且杀猪它是个体力活，杀完猪我倒个头就睡了，我也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。哦，走。哎，三胖。哦，嘿，这不是你跟班吗？惯坏了。这小子。
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为我准备的？我知道你查李治的案子辛苦了，犒劳你的。哎，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吗？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啊？赶紧把案子办了，那个拖太久我心里不踏实。这上巳节百姓结伴郊游，其乐融融，真是一片繁盛景象啊！国泰才能民安，陛下如见此景，必然欣慰呀。我们可以去给陛下复命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请，请。哎呀，现在这老大的嫌疑总能洗清了吧？这件事情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觉得李治现在反而更危险了。啊？他不都被关着呢吗？不可能再犯案了呀！双叶，嗯，结果怎么样？和上次的作案手法一样，应该是同一人作案。那墙上的人影呢？障眼法而已。城墙在日晒下温度本来就很高，碰上冷血自然会冒出白气。至于那个人影啊，只不过是事先用蜡在城墙上画好，脱险而成。上一次在玄武门往老大身上扯，也算说得过去。可这回在兴安门，又怎么说呢？今日是上巳节，陛下派了吏、户、礼三部侍郎前来查看百姓出游状况，但这3个人恰好是当年辅佐当今圣上推动玄武门事件的主力军，所以李治是他们的眼中钉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况且这兴安门通东宫，李治又是尹太子唯一的子嗣，这样一联想，李治现在的处境未免有些尴尬。哎，当我没说啊。那你说这人同样的把戏连耍了2次，这人要干什么？三胖，我不是让你盯着那个剑客萧统吗？案发时他在哪儿？他在练剑，一直在练。我的线人告诉我，他在侍郎府就没有出来过。如果还要这样布局的话，犯人肯定要用到不少猪血，所以我看我们还是有必要去屠夫家走一趟。这儿的味道太重了，看我帮老大抓住那个人，我不给他在猪血里泡3天3夜。那个紫苏姑娘，你先回去吧，好吧？好吧，我先去调查尹太子的余党。不过萨摩，这件事情咱们得赶紧解决。听我爹说，此事引得朝臣们各种猜测，如果再拖延下去，恐怕就要拿李治开刀了。知道了。过来！哟，三宝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猪血又丢了？啊，这你又知道了？不是在兴安门城墙上的吗？跟我没关系啊！你这可不能乱说。跟我。昨天晚上你在哪儿？昨天我杀猪，杀完猪我就洗猪肉啊，洗完猪肉我又洗了个澡嘛，然后洗了个澡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刘媒婆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的，是吗？大高个儿，特好看。我洗个澡啊，不能说一身腥味把人姑娘给熏着，不是？你给人多少钱啊？我给了一个大猪腿了。三胖啊，聊什么呢？
那姑娘来没来？不是，你聊什么呢？我是问你，谁能证明你昨天晚上一个人在家洗澡啊？对，谁能证明？这洗澡那不就是一个人吗？不是色胖，你得给我证明一下，我这个人是个老实人，从来不说谎话的，对不对？你证明一下啊！你行了，小撒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还有啊，别光洗澡了啊，把这猪血也收拾收拾。姑娘来了，不给熏坏了吗？谢谢宝哥，谢谢宝哥。走吧，小撒，愣着干嘛呀，跟班？走啊，小撒。再见啊！哎，四娘，哎，四娘，这玩意儿好用哎！起，给你个惊喜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让不三不四为你在2楼装了个噜噜，这样我以后让你给2楼的客人送水的时候，你就找不着借口偷懒了。我去到西安门。哎，怎么样？见到李治了吗？拦着不让见呀！三伯，你赶紧想办法，赶紧给我老大洗脱罪名，完了他什么？李少卿他跟我来。你们看一下这个钟楼。咱们不去查案，来钟楼干嘛？这钟楼已经废弃很久了，平常也没人上来，你带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么臭啊？哎，三伯，你看这个东西，这里应该就是凶手捣鬼的地方。咋看出来的？我刚刚在反射的时候，看到四娘和不三不四他们搞了一个辘轳，可以轻松把水运到2楼。同理，凶手要运那么多猪血，明显用的是同样的方法。这个钟楼处于玄武门和兴安门之间的特殊位置，又是制高点，在杀死守城士兵之后，便将猪血倒下城门。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哎，上回的银编制还没玩够啊，臭死了，拿走。干嘛？这是死的。哎呦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萨摩的推断没有错的话，那这里就是案发现场。那么凶手一定是在容器里面装了水质的唾液，再加入猪血，这样猪血就不会凝结，然后再把猪血运到这儿，造成城墙进血的假象。原来是这样。炮哥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是我撞的。走吧。对不起。你们总算回来了，紫苏等了你们半天了。紫苏，不许动！你有毒，不许动！你们身上什么味儿啊？怎么那么臭啊？刚才我碰上拉泔水的了。不是，臭吗？哎，好了，别闹了。紫苏，查到什么了？这尹太子的余党多逃到外域去了。我查了所有出入记录，并没有什么可疑人物。不过，
倒是可以查下长安城外人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动。三炮，这个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四娘，你留意一下客栈里近期有没有外域人来打劫宫殿。好，我推断凶手很有可能再次犯案，你派一些人去屠夫家守着。好。这李治还生死未卜，我们还这么欢乐，真的好吗？你看看，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派了些人守着吗？你还提你派的那些人什么玩意儿啊？被打残了好几个不说，也只上了那贼的腿一小件，最后还是给跑了吗？难道说，凶手还真想第3次作案？哎，四娘，你冷静啊！你把这个放下，四娘，四娘你别冲动啊！哎，四娘，四娘不能这样，怎么了这是？三宝，我来哪儿啊？我在楼上还在睡觉呢，听见你在这吵，大早上起来哪来这么大干货？这家伙往门口倒泔水，我今天早上刚刚熏了香擦了地板，他竟然往门口倒泔水。我是不小心洒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是我撞的。走吧走吧走吧。是你啊？你认识他？前2天我见过他一回。三炮说他在咱长安城倒泔水都已经几年了，人挺老实的。老实？你老实？哎，四娘，饶命啊！你饶命！哎呀，注意点以后。哎，回去，慢点啊，没事吧？咱俩走吧。哎，算了啊，散了，别看了，哎，走了，散了啊！哎，人都走了，还看个没完？别看了。你觉不觉得这个人脑子不好使啊？哎，干嘛啊？你看，你才是正常反应吗？真晦气！三伯，你要的名单。好，咱们分头去查。好。前天晚上你在哪里？我去酒友家喝酒了。喝酒？腿受伤了还喝酒？那可不，那可是沉香酒铺的好酒啊！对不起啊。你前天晚上有没有出去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昨天都有人看到你了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可不能让我家那夜叉知道我去逛了妓院，我这条腿也得废了。哎，拉泔水这倒霉鬼，他家就不用去了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气死了！怎么了？啊，这小孩谁啊？这个小可怜来讨水喝，我看他这可怜样，想说别光喝水了，就去厨房想给他拿点点心。可是我从厨房里边一出来呀，发现他居然在柜台上面偷钱，真不知道是谁教的。小孩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哎，行了，别吓着孩子，教育教育吧。你告诉我，是谁让你偷钱的呀？是我爹，我爹让我这样的，说我要是拿不到钱，我回去他就揍我。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爹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跟四娘走，我找你爹理论去。我不回去，我爹他会打死我的。不怕啊，四娘争取不把你爹打死，好吗？走吧，走，你们2个给我看着店。哎，你说这年头真是什么样的爹娘都有啊，他能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啊？你说这孩子单纯，他到哪个店里呢都能弄点吃喝，顺便还能拿点银子。有些人啊，就利用这一点教唆小孩去使坏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？干嘛去？我找子苏问点事儿。我说你每天很逍遥啊，不干活，我告诉你，要么洗碗，要么查案，干嘛呢？
萨摩多罗，我告诉你，要么洗碗，要么查案，别给我在这摆造型了啊！什么意思，三胖？故意拆台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不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吗？茶杯落桌出来抓人，茶杯落桌出来抓人。你说的是过了凡社的牌子就抓人？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啊，我这茶杯一抬。四娘请喝茶。萨摩多罗，马儿，你就是两起城门渗血案的凶手，你可知罪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。萨摩啊？不是你说的挺好的，继续啊。萨摩，你刚刚说没听懂他在说什么，那么现在听我分析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听懂。最初呢，因为李治被关押了，所以我们都把视线局限在了复仇与陷害里。随着萧统嫌疑的洗除，凶犯的身份又转向了反党。由于当年的反党多流散在外域，这让大家很难怀疑到长安城本地人身上。我们去钟楼勘察现场的时候，闻到一种很奇怪的味道。原本我以为那是血的腥气，后来才想到那是泔水的臭味。后来我又去钟楼复查过，的确发现了泔水的痕迹。有一个问题，之前我一直没想明白：偷屠夫猪血的人，究竟用什么方法把那么多猪血运走，又不被人发现呢？直到有一次在大街上，我看到人人都在躲避你，所以我突然想到，能够在这长安城里运输几大桶猪血，又不被人发现的，恐怕也就只有臭气熏天而使人躲避的你。我推测，你的泔水车里应该有一个隔断，一半用来盛泔水，一半用来盛血。泔水的味道极大，掩盖了猪血的气味。即使有人来靠近，也不会起疑。何况，谁愿意靠近一个拉泔水的人呢？再加上昨天来凡社偷钱的小孩提醒我，做坏事的人都会利用大众保护偏袒弱者的心态。你每天拉着泔水车在长安城里穿梭往来，我看官兵也不会去检查你了。更何况宵禁之时还能行动自如的平民，便只有你。空口无凭，你可有证据啊？那天贼人企图第3次去偷猪血的时候，被我们埋伏的人给打伤了。我的腿是被老板娘打伤的。哎，我只说凶手被打伤，但我并没有说伤的是腿吧？所以呢，你是故意把泔水桶打破，
就是为了让四娘打你吧。普通人呢，挨打的时候都会想躲，可是你不但不躲，还把一条腿伸出来让他打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正是你的自作聪明，反而让你露出了马脚。什么样的人在挨打的时候会那么好的控制住自己，不做出自我保护的反应呢？恐怕能做到的，只有习武之人。我说的对吗？冯氏卫长。从何知晓我的身份？之前我问过紫苏，玄武门之变之后，虽然你被报告死亡了，但他们只是找到了一个血肉模糊、面孔尽损的尸体。而且，我询问了你的街坊，你搬入现在的住址，正是在玄武门事发之后不久。这个是我在你房间里找到的。现在，你还有什么听不懂的吗？尹太子李建成的侍卫长冯阳，善使暗器，在江湖上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。没想到，你还活着。他指甲里应该有毒，他要自杀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死而复生，改头换面，回到长安城。我不惜做个泔水人，为的就是制造混乱，寻找时机为太子报仇。李世民，他弑兄篡位，他大逆不道，他必遭天谴。住口！他丧失人性，罪该万死，堵住了我的嘴，封不了百姓的心，他必遭天谴。四娘，你说他是暗器高手，刚才我歘，不错吧？酒杯钱带走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好了。来，跨过火盆，趋吉避凶，变祸为福了。来，老大，这个就……哎，来吧，老大，来嘛！来，1、2、3，好嘞。老大，我们都担心死你了。紫苏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走的这段时间，大理寺有没有什么事？除了你这事儿，没别的事儿了。李少卿，你受苦了。啊，没有。这段时间，大家多费心了。谁要敢让你李少卿受苦啊？看我四娘不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完了，交给我。对，交给你，都交给你啊！这次，多谢。举手之劳，不值一提。不过，工钱另结哦。这顿是李少卿请的。你谁啊？还是四娘吗？怎么那么陌生啊？有烧鸡，烧鸡，猴急什么？老娘明天请吃烤羊。启禀国师，冯阳已被押送天牢，即日出战。可惜，他也算个忠臣，安排个人替他收尸，好生安葬。遵命。所有为嘉兰献出生命的义士，咱们都不能忘。复国之后，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。谁是敌，谁是友，请国师明示。周叔本是一介书生，在我的帮助下变成了赵梦生，
官拜侍郎，前途似锦，他却不听指挥，擅自彻查买官案，只能灭口。芳龄公主作为皇亲，原本要嫁到回鹘和亲，为了不让大唐和回鹘联手，这桩婚事必须破坏。兵部文天泽是个用兵奇才，这种人怎么能留在朝廷里呢？四目杖经过提炼能作为超级毒气，常瑞凡有最好的种子，又不肯放手，就只能牺牲他了。陶乐落网后，我获得了白玉的烧瓷秘方，垄断长安烧瓷业，获利颇丰。大理寺丞陈敬泽手上扣着几个兄弟不放，软硬不吃，那就让他去死吧。萧家和丁家是最大的2个盗墓集团，深谙摸金之术。这2家遭到围剿之后，手下的人才就能为我们所用了。辅国大将军刘弘基战力非凡，他不能留在长安。长安驻军有1半落入我手，而朱离之前曾负责我们与西域商队的对接，胃口越来越大，知道的太多，必须灭口。吴洪熙控制了长安的水路和最大的码头，他落网后，我又多了一条进攻长安的通路。高家是为兵部铸造铁器的，他家造的剑头锋利，不易生锈。这条渠道归我之后，我改了铸造配方，唐军的弓箭手战力巨降。马前在染池中配置的液体有强腐蚀性，放入水龙可远距离攻城。在皇后的支持下，季和很快会升为大内总管。他死了，咱们的人才能顶这个职啊。高纯度丹砂是非常重要的战备物资，相关人等必须全部处置。芳龄公主被打入冷宫，常山公主要替芳龄嫁到回鹘和亲，那就只能怪她命不好了。胡家出事之后，选秀女的买卖就落入我手。我已经用这个渠道派了一批秀女入宫了，现在宫里四处都是我们的眼线。唐义恒落网后，他的铸剑秘术落入我手，第1批兵器已经出炉，锋利强韧，所向无敌。作践妇人一案，程同是主战派，我用他除了侯南和吕延忠之后，主战派覆灭，文官与武官的矛盾彻底激化，朝中大乱。赵信国和苗匡盗墓销赃被盯上了，会破坏地下市场的安全稳定，必须灭口。马道长的秘方能做军粮，我屡次派人接洽，都被他婉拒，只能怪他自己找死。宋国公萧庭意识到军中腐败，上书皇上派人整顿严查。我拿他儿子萧训开刀，让他在朝中再也抬不起头来。王珂和马志熙负责长安周边地区的布局，拿下他俩，长安的大门就对我们彻底敞开了。密林藤窑结案后，杨公宝藏便落入我手，军匪冲营随时可以开战。血漫长安结案后，李世民弑兄夺位一事再次被抬上桌面，朝廷和民间人心彻底乱了，政令不畅，人心惶惶。进攻的时机终于到了。李世民，待杀进长安，我一定要亲手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。可萨摩还在城里，怎么保证他的安全？我早就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人。国师英明。传令下去，子时3刻，全军整装，向长安进发。遵命。感谢上苍，终于让我见到了这一天。
哇，慢点儿。今天四娘大出血！耶！对呀对呀，不能像李少卿那么抠搜啊！前2天刚宰了几个新客人。什么？李少卿要有幽默感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喝闷酒？思春啊，唉，想家了。想家了就回去看看。去哪儿啊？那儿早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你也忙了这么久了，也该歇歇了。想去哪儿，你随意。怎么了？想撤火啊？你不累吗？就没想过休息吗？你少废话，有什么事直说。刚收到风声，迦兰国的余孽纠集了大批人马，已悄悄潜入长安。目前已知的，至少有10几个4品以上官员被卷进此事，三思怀疑，他们正在密谋复国。所以呢？你跟他们毕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那你怕我为了顾国反水不成？多远汉，你是一把好手，但这一次恐怕是场恶战。我怕什么？我萨摩多罗这条命都是捡来的，所以我活一天就赚一天。哇，好香啊！香哇！有你，还有他们，我们什么仗是打不赢的。迦兰国的故人们，放马过来吧！好，这是你自己决定的。之后，如果扛不住，可千万别叫苦。切！元宝还我吧。李少卿。给我萨摩多罗的东西，还想要回去？美的你！哎，你们俩快过来啊！哦，来啊，吃起来，马上就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看着真不错啊，好香啊！哦，烤好了！嘿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！哎，快开始吃了！